嘿，大家伙儿早喽！8月5号星期六，周末了啊！今天第4个训练日，要跑得短一些，然后咱们回评论。不巧的是，我那个绩效贴用完了，还没买新的，写了张纸，所以一会儿得早一点，怕出汗就湿了。今天就是大阪这边电川河花火大会的日子，晚上找个能看见的地儿看2眼。还是闷热，异常闷热。刚跑了不到1公里，我觉得喘不上气来。昨天确实是比计划跑得长，我一般到第3个训练日不跑21公里，但是因为这个周期的第1个训练日是强度课，那天加起来只跑了16、17公里，所以第3天就要多跑一些。有时候跑量这东西就是一次差一点，一次差一点，一个月差挺多的。又开始上坡了，咱一会儿再聊啊。很快就结束上坡，咱们开始。夜跑是不是不好？没有不好，夜跑也挺好，看您自己的时间安排。我只是说，像马拉松比赛，为了马拉松成绩训练的话，可能早晨起来跑会更好一些。但是也有很多人只有白天有时间，或者只有晚上跑，也有很不错的成绩。这个看个人吧。不过我还是建议，如果有条件，早晨可能会更舒服一些。5到10K 遇到了瓶颈，怎么办？我猜，您所谓的瓶颈就跑不快了，因为10K 还可以理解，5K 的话，一般不会是体力的问题，就是你不会因为心肺就不行了，应该就是在同等的压力下，速度提不高了。这就像你们看我的训练课，就我已经竭尽全力了，但是你看我说话也好，状态也好，其实感觉还有劲儿，但是使不上了。这其实也就是等于是没劲儿了。5公里、10公里的成绩，就是可以粗暴的通过间歇训练、短距离的间歇，或者是最长1.6公里吧，这种变速跑去提高。而且积累跑量也是有必要的，像对于10公里这种成绩来说，10公里想进40分钟，就是2个5公里进20，你首先得保证7公里之后不会越来越慢。累计跑了3000公里了，最近2个月都是300公里以上。前段时间下雨跑了个30多公里，之后脚跟就开始疼，我觉得很正常，因为您的累计跑量不足以支持您这个训练强度。您这个累计跑量，我觉得每个月300公里以上应该很疲劳了。然后30公里之后，应该是那种2条腿第2天都没有，都难受的不行那种感觉。至少我之前那时候是这样的，那时候跑一个30公里对我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。养2天就好了，不用担心。之后也是一个小伙伴说，现在30公里能跑3小时13，想跑全马能不能完赛？肯定能完赛呀。其实马拉松，大多数马拉松的关门时间的制定，就是30公里您没被关，就安全了。一般情况下，后边那个12公里，连跑带走，也不会被关了。看您要什么成绩了。破4的话，可能有困难。但是4小时出头肯定没问题了。跑了3个月了，想11月跑一个半马，那就是说还有3个月。我从开始跑步到第一次能跑半马，差不多也是这个时间，就是跑下来啊，不走路全程跑下来，是肯定可以的。
因为您开始跑步的时候，身高和体重的比应该不会比我还严重。另外一位小伙伴，我们的老观众说，最近连续2个月都400加，特别疲劳，要调整。是这样的，就是增加跑量，你哪怕1个月只增加50公里，你都会觉得身体疲劳感不一样。这时候呢，一般是像我的办法啊，我会坚持2、3个月，然后调整下来一点让它，但是不会回到以前那么的那个量。比方说我现在是400，我想涨到450，那我会找2个月，从430到450。然后呢，我可能会在450再坚持1个月，就是跑2个月450，之后呢再回到420，以此类推吧。这就跟抻筋似的。但是您想说通过这个之后再加到400就能跟以前跑300一样，那是不可能的，因为凭我的经验，就400公里1个月是普通人几乎很极限的长度了。那跑完以后这1个月肯定是累的，你不可能通过习惯就让它变得不累。只不过有的人是像我那段时间能跑5001个月，我也累，但是我能坚持住。有人跑600他也累，你问跑6001个月的人跑4001个月累不累，他也累。但是凭我的经验说，就是300公里1个月，如果你真的习惯了，基本上是可以对任何生活没有影响的。跑步要不要吃那个氨糖，就传说中对膝盖好的那个？我觉得不用，因为人的软组织这个地儿啊，几乎不是说你吃什么它就能那个营养素就能有效的到达并且修复的，因为血管太少了。我觉得聊胜于无，吃饭就行了，而且还不能多吃，要为了马拉松比赛的话。那天小伙伴说还是体重大怎么办，说自己做销售的没办法，老得晚睡，是不是跟晚睡有关系？我说体重就是你长出来的肉嘛，你长出来的肉肯定是能量摄入大于能量消耗，你才能长肉，那否则的话能量就不守恒了呀。大部分人的运动量，就包括我现在这个训练量，我每天早晨一个半马的话，也就是额外比不训练多消耗1000多千卡，那没有几口吃的就回来了，真的。你们去看看那个食物的百克热量，百克差不多就是2两嘛，对吧？你看看你吃几两能吃出1000？亚索800有没有用？它作为一种变速跑的训练手段有用，但是它评估马拉松成绩也是因人而异，因为像普通跑者啊，是每个人有自己的情况。我马拉松只能跑进4小时的时候，勉强跑进4小时的时候，我是可以3分20一个800米完成10组亚索800的，而且完成完了还觉得有余力。那没有用啊，因为那个我觉得它不解决你后程掉速的问题，因为你就说跑10组也就是8公里的快跑，对吧？然后每一组间隔3分多钟，等于你再加一个30分钟，30分钟你慢跑的话6公里，也就是14公里。但是大部分人跑步跑一段时间以后，20公里以内的距离都可以跑得不太慢。但是从24公里开始到42公里这段路，前几年掉速是正常现象，而这些训练都练不到这儿。为什么它是所谓的科学呢？是说在运动员人群里去测试，那运动员没有那问题，就像我现在没有掉速问题，我现在就是我只要能把3分50的巡航变成3分48，那我就能用3分48巡航下来。
差不多就这样。新手老听别人说用胯、用髋关节，怎么用？这个吧，你们看我步幅其实是不大的，像那天强度课就1.4米多一点，但是我肯定不是马拉松赛场上跑的最难看的，就在我成绩周围的这些人，我也没学明白，我也不知道，因为好些肌肉不是你想用就能用的，只能说多跑找感觉。为什么我劝大家多跑单次的长距离？就是我几次找到感觉都是在长距离训练的末期，就是16公里以后。第一次是刚开始跑20公里的单次距离，哎呦，哎，就突然有一种就是腿就像甩鞭子那个感觉。后来慢慢就老能找到，也就这样。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上限的。哎，斜对面有一个练竞走的，最后一个问题，要来大阪这2天有什么跑步的地方推荐？有3个地方，一个地方就是大阪铸币局，就看樱花那儿，边上一条河边。第2个呢，就是我跑过一次电川河公园。然后第3个就是这儿，其他地儿我还不太知道。如果您住在南边的话，长居公园能不能存包？能存包。像大阪城这儿，就是那转盘那儿就能存包，还能喝水，但就是那种投币的存储柜。如果刚才说那几个地方，可能就得是边上的地铁站里，这边很多地铁站里都有存包的存包柜，但是付费的。哎呦，在跑强度啊，小伙。然后投币的这种包，存包的这个柜子，我觉得特别好，那不依赖手机，依赖手机真的麻烦。喝水、上卫生间都没问题，卫生间都有纸，不用自己准备。哎呦，如果您来玩的话，就推荐大阪城，别绕大阪城一圈，上下坡太多了。就我这一条路，一个折返是3公里，从一头到一头，而且是平路。你们看周末跑步的人挺多的。你们看，就这个转盘这儿，前面骑车的人走这条路，那儿就是卫生间。然后这边前面这就是 coin locker， 投币的、存包的，然后贩卖机。这个贩卖机应该是只能投币的，不能西瓜卡的，可能是。然后这儿有个 Lawson， 如果白天来，它现在可能是非营业状态，也有卫生间。这边便利店里都有卫生间。然后这个地儿，看前面俩人那就是喝水的地方，直饮水。然后像这个烘焙店，这个烘焙店是7点半开业，吃个早饭，可能它早饭套餐也就400-500日元。然后那个地方是自行车的停车场。行，所有评论我准备的都回完了，大家加油干，加油干！哎，8月5号星期六清晨6点48，训练结束啊。今天跑得短，所以早，跑了13公里，1小时04，平均功率203，配速4分56，心率144，步频197。今天中间冲了6个200米，就快结束之前，因为确实是现在1周1次的强度课，跟我原来比呢，是比之前我老说的500公里1个月的时候频率要高，但是还是赶不上我其实训练状态最好那段时间，所以自己时不时的加一点。
回头规律的加起来再看。下周的周3强度日是我的第3个训练日，之后周4、周5，所以周6、周日，下周6、周日可以自己安排一趟。其实训练计划就是这样，没有什么严格的课表，说我一定要今天怎么着，明天怎么着，就是你保证一个节奏，该有的都有了，就不会太差。或者说，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，只要跑就不会太差，真的。另外，今天说亚索800这个事儿，我觉得自测啊，如果是全程马拉松，我觉得我那个办法更接近真实成绩，就是赛前4周你来一次30公里，就全力以赴，就当马拉松跑。你看看你能跑多快，基本上1个月之后的比赛呢，就按那个配速来制定，可能慢1秒或者慢2秒。这比较靠谱，但是缺点是呢，你必须得提前1个月。你现在测完了以后，如果你能保持训练状态，那是没问题的。像亚索800这种也是，你不能现在测，说我1年之后要用这个测试结果，对吧？而且那个测就得测多一些，你至少是8组、10组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就这么着，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咱们下个训练日见了，加油干，加油干！